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袁冰妍被曝去国外面试剧组，但都被拒绝了，又一条复出之路被堵。袁冰妍已经低调大半年的时间，与其所属公司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有关系，但本质上讲属于普通的税务行政处罚，官方查询结果就是这样，与偷税漏税没有任何关系，并且当初通报的时候官方就没有单独提及袁冰妍，可见性质完全不一样。最重要的是，袁冰妍得以继续留在娱乐圈，没有被炸号。奈何现阶段国内对艺人明星的税务问题比较敏感，哪怕不是偷税漏税，但凡涉及税款的问题，都会对当事人避之不及。所以袁冰妍这段时间一直处于软性封杀状态，没有任何的工作，被各大平台忽视，一点机会都不愿意给袁冰妍。可以感觉到袁冰妍这段时间的欲哭无泪。袁冰妍另辟蹊径去韩国剧组面试，为了谋求发展，袁冰妍一直在找出路。找圈里人协助付出难度很大，没有同行愿意趟浑水。之前直播带货行业主动接触过袁冰妍，想要她直播带货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再三衡量下，袁冰妍拒绝了邀请。一方面是她还想继续做演员，一旦去卖货再回来做演员就没有市场了。再加上都说直播带货是过气演员的归宿，袁冰妍不想就这么过气。另一方面，直播带货也会让袁冰妍沾上过多的负面舆论，目前形势不乐观，主动讨骂不合算。就这样，袁冰妍放弃了直播带货的想法，继续找其他出路。去年的时候，袁冰妍郑业成主演的《祝青好》被韩国引进，在韩国 Asian 电视台于10月4日播出，每周一到周四晚间8点连续2集播出。因我国的古装剧在韩国很有市场，整体播出效果还不错，于是袁冰妍想要去韩国拍戏，毕竟国内的事国外没有什么影响。有消息称，袁冰妍低调去韩国，参加了好几个韩国剧组的试镜工作，结果这些剧组都没有使用袁冰妍，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婉拒了她。不知道是不愿意用中国的演员，还是袁冰妍在国内的事他们也知道，也不愿意用袁冰妍。袁冰妍信心满满的去韩国试镜，但一无所获的回到国内，指望获得国外的发展机会，没想到结果和国内一样。好一点的是，国外愿意给袁冰妍试镜的机会，国内普遍直接 pass 她，试镜想都别想，害怕产生不好的剧组舆论。就这样，袁冰妍去韩国谋求工作的道路也被堵死。热爱表演的她，目前国内国外都没有施展演技的机会，可悲又可怜的节奏。原本袁冰妍团队的想法是去韩国拍戏，然后通过剧集的播出在国内做宣传，这样最起码可以恢复正常的曝光率和营销。可想法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袁冰妍依然没有用武之地。其实袁冰妍想要在韩国娱乐圈找工作，有效的方法是搭上在韩发展的实力派前辈汤唯，他在韩娱的地位非常高，获得了一些韩国主流电影奖项，属于比较吃香的国外艺人。再不济，也可以搭上范某兵这条线，让他带着在国外娱乐圈转悠。毕竟现阶段的范某之在国外娱乐圈活跃，进而把营销转嫁到中国娱乐圈。没背景、没人脉的袁冰妍，单打独斗去韩娱发展真的不行。再说袁冰妍在国内也没达到大红大紫的地步，国外的知名度更不用说。袁冰妍发展受阻，只能静等大环境对她放开，至于多长时间，目前不好说。